各位摩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模型诗人的频道。这一次我们将展开一个巨大的工程，挑战 PGU RS93 New 钢弹。虽然 PGU 本身的细节已经非常震撼，但为了追求更极致的视觉张力与机器真实感，我决定将它的精密度推向另一个层次，从阿姆罗最具代表性的武器光束步枪开始着手改造。这支影片浓缩了满满的改造心血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挑战极限的模型制作过程，请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，也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它宿主之后的状态，细节是蛮多的，但分色不够。但有些细节的部分必须透过刻线再去做一些分色。那接下来就是修模的时间。那我还是一样会在下面放一个美甲集成器。个人目前使用到现在是觉得效果还不错 ，CP 值也够高，推荐给各位摩友。不到2000块的定价，然后有10段的调数，然后还可以有集成纸的替换。我现在每次修模都会用到它。接下来有些汤口我就用大的宽刀去修它，效果也是不错。修完之后再稍微打磨一下，基本上就是可以使用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次用到的刻线工具。这次有新添的瑞的刻线刀组，尺寸的部分是 0.125 到2。那我整体使用下来是感觉蛮丝滑的。那我现在还在适应当中，毕竟有些时候会刻出界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设计一下它的刻线分布。那设计的时候，我都会尽量在边角的地方去做刻线，因为毕竟刻线是为了增加细节，而不是改变结构，让刻线作为一个称职的配角。这样的刻线设计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。那因为是 PGU 的关系，所以我会把刻线定为 0.2。我觉得这个尺寸很适合 PG 的模型。那刻线刀划个几次就可以看到效果。只要熟悉一下，刻出好看的刻线应该不是大问题。但我在刻线之前，我还是会用一些废零件去做练习，有点像要打球，先上场练练手感，不然到时候刻歪了还要再补，很麻烦。刻完线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要来扩孔。那我这边是用 0.6mm 的砖头，那它原本的扩孔有点小，这边就是在加大它的扩孔。那这边的操作就是在原本有的刻线上再新增凹槽，让原本是平面的东西增加一些立体感。那这边就是用锐的落差刮刀去刮出凹槽。刮出凹槽后，在头的地方再用宽刀去做修整。使用落差刮刀，通常在头的地方比较没有办法处理，所以这个地方必须用宽刀再去做修正。这是目前比较好的解决方案。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，我是蛮喜欢这种刻线落差的感觉。
接下来我就为局部增添一些蚀刻片。这种局部小加分的地方，就用蚀刻片去表现。接下来这个地方，我是用束线带去做一些细节的添加，再搭配裁接器去裁出我要的尺寸。叠加后的效果，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，增添了很多的细节。接下来我会在原本的 0.2 的刻线上，再用 1.0 的刻刀，在直线上刮出三角凹槽，让原本只有直线的刻线多出一些立体感，让结构再丰富饱满一点。完成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，是不是让结构变得更丰富？接下来我在枪的下部制作散热孔，那这边我会先用蚀刻片，然后用胶带先定位住。然后再用0.9 mm 的钻头去钻孔，最后添加出我想要的散热孔效果。这次会先喷上灰色补涂，确认一下刻线后的细节有没有问题。那这边我会附上配色表，供模友参考。基本上就是在同色系去做颜色的深浅变化，分色多一点可以让模型看起来更精致。这边就开始高光阴影喷涂，主体的部分我会用机械白去做这次的new钢弹的主体白色。黄色的物件我通常会用红色先打底，然后再喷上黄色，这样可以让彩度变得很高，这样黄色就可以变成高光的部分。那因为分色越多，就代表着遮盖也会越多，所以喷涂遮盖也花了不少时间。遮盖的重点就是一定要仔细检查周边是不是有遮盖好。
我如果遇到不太确定有没有遮盖到的地方，我这边就是会多贴个几片，确保它一定有遮盖到。但我还是会遇到有翻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再局部修补就可以了。水切的部分我是用 Happy Meal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改造后的样子吧。那如果各位摩友喜欢这系列的 PGU 改造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。非常谢谢各位摩友的观看，希望各位摩友在新的一年模型技巧都能无限进步。那就下一集的 PGU New 钢弹改造计划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